嗨，大家好，我是妮妮。那今天呢，是我们品牌故事 Brand Talk 的第6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大火的品牌 The Row。那我相信很多看过这个牌子，或者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吧，你对它最大的印象可能都不是说它的设计怎么样，可能更多的是它的定价怎么会那么高啊，对不对？那这个牌子它定价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就他们品牌一件入门的最基础的白色纯棉 T 恤的售价就是$400起，也就是2800人民币。但这是一个成立不过16年的品牌，也不是一个老牌的奢侈品牌，没有什么历史，它为什么可以卖到那么贵呢？甚至说现在还受到各种贵妇的追捧。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贵妇在购买 The Row 的时候呢，都是一整套的买的。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The Row 的这个品牌。那我主要会从4个方面来讲起。第一个呢，会先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创始人 Olsen 姐妹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创始人的整个成长经历其实是和 The Row 后面他们的整个品牌定位、品牌精神息息相关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会跟大家讲一讲 The Row 的品牌定位和精神究竟是怎样的，和我觉得他们家比较吸引人的点在哪些地方，和可以给我们带来灵感的点在哪里。然后第3个部分呢，会跟大家分享我所拥有的一些 The Row 的单品，就从这些单品上面来反向的分析他们究竟有没有实现他们的品牌精神，和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观点。然后第4个部分就是总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 The Row 它究竟值不值得入手。那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那 The Row 的创始人呢，其实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名字分别叫 Ashley Olsen 和 Mary Kate Olsen， 我之后会直接称呼 Olsen 姐妹啊。那 Olsen 姐妹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出生于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个富人区，这个划重点啊。他们现在呢，其实才36岁，是我讲过的所有品牌的创始人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位。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如此小的年龄就拥有一个奢侈品定价定位的品牌的创始人身份呢？因为他们其实是美国好莱坞家喻户晓的明星，而且是属于成长系的那种，是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踏入了人们的视野，然后伴随着大家一起成长，然后一路红到了大。那他们当时是怎么以6个月大的身份踏入美国好莱坞的圈子的呢？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爸妈本来就住在美国好莱坞山上的富人区的，所以朋友里面呢本来就有在好莱坞片场工作的人。那他们当时生下这对双胞胎之后呢，他妈妈就觉得我的女儿真的太可爱了，然后每天就拍很多的照片嘛。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把他女儿的照片然后给了一位在好莱坞片场工作的朋友，就说如果有什么戏呀想要找双胞胎拍摄的话，我们家就有一对双胞胎，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嘛。因为毕竟平时要找什么双胞胎来拍摄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就是数量比较少。正好呢，美国那个时候有一个情景喜剧叫 Full House， 就需要一对就年纪比较小的刚刚出生的双胞胎来演戏，就把他们选中了。所以说呢 Olsen 姐妹就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进了片场工作。不过他们当时拍戏的时候其实也搞得整个片场蛮累的呀，因为美国的法律呢是规定，像这种未成年人要去工作拍戏的话，他的一天的工作时长是不能超过20分钟的。所以他们一边长大一边拍戏，然后在青少年的期间呢，还出了很多就是专门以她们2姐妹为主角的电视剧。我觉得她们红的程度其实比较像是我们国内家有儿女当时捧红的杨紫或者说张一山，但我觉得他们在商业上做的其实更要成功一点，因为他们其实完全没有停滞的阶段，就从小红到大的。那也因为他们这么红嘛，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专门为他们2个人建立了一个影视公司，叫 Dual Star 双星公司。但像这样从小红到大，每天都被关注，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甚至在还没有成年之前，就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天都会被偷拍了。本来因为是小女生嘛，可能还会被问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就感觉是这种年少成名的明星的必经之路。再加上因为当时2000年的时候，娱乐圈的审美都是觉得要以极瘦为美的嘛，所以说 Mary Kate 还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厌食症啊。有段时间她的爸爸妈妈还把她送到那种美
美国中部的疗养院去解决他这个厌食症的问题。但他们的整个经历的转折点呢，其实是在他们成年的时候，当时他们是被纽约大学 NYU 给录取了的，结果就遇到了一个事件，其实就是他们当时去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同学会偷拍他们在 party 上面的照片，或者在学校的一些隐私的照片，拿去卖给美国这边的狗仔。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当年那些照片究竟可以卖多少钱啊，其实真的还蛮高的价格，一张照片就一张他们在 party 上面可能喝的很醉的照片就可以卖5万美金。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他们觉得他们在大学的期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隐私，就也没有办法敞开心扉跟别人交朋友，就觉得特别恐怖，于是很快的呢就从纽约大学给退学了。那也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式成年了，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共同变成了他们公司双星公司的一个联合总裁，意思就是他们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我真的不想拍戏，那我就可以不拍了。于是说他们整个公司的营业的重心就开始慢慢的转为了他们同名的一些品牌的营销，比如说像是卖一些香水呀、护肤品呀、美妆品这些。并且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品牌 The Row， 我觉得就是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说 The Row 其实是完全由他们的公司双星公司所掌控的。那这个时候他们究竟有多有钱呢？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就登上过福布斯名人榜的榜单的第11名，当时预估的净资产就是达到了1亿美金。所以可见啊 Olsen 姐妹她们身上伴随着的标签其实就主要有2个，一个呢就是年少成名，特别有钱，就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积累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他们极其不想要被关注，就想要逃脱那个聚光灯。也就因为这2个特质，其实是奠定了 The Row 的一个品牌精神，也就是不差钱的高品质加非常想要安静的时尚的状态。那在讲 The Row 的品牌精神之前，我先讲一下他们在 The Row 这个品牌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呀？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创始人兼老板的角色，他们是不参与设计的，但是呢他们会决策整个设计的导向。比如说这一季的整个秀他要走什么样的风格，我想要产出一件什么样的衣服，他会告诉他手下的设计师，然后由设计师去帮助他实现，比较像是 Comme des Garçons 也就是 CDG 里面的川久保玲的角色。 The Row 品牌精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高品质，其实也是要聊到 The Row 这个名字的来源的。取名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伦敦的一个高级西装定制街的萨维尔街 Savile Row，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后面的 Row 的那个单词，想要表达的就是他们出的单品呢，当你穿上的时候有一种高级的定制感。因为当时 Olsen 姐妹在创立 The Row 这个牌子的时候，就他们为什么想要建这个牌子啊？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给自己做一件最完美版型的白 T， 然后去搭配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些大牌的成衣，就可以有一个品质然后剪裁上面的相得益彰。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一个超级有钱的人，然后他平时都穿的是一些大牌的成衣，甚至是大牌的高定，但是他平时肯定也会穿 T 恤嘛，他就会想要给自己找一件可以与他衣柜里面其他的衣服匹配的基础款单品，其实就比较像是我们普通人在买优衣库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所以说 The Row 是有钱人的优衣库这件事儿还真不是吹的，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做这个牌子的。那这个也是 The Row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我刚刚不是聊到了吗？为什么它卖那么贵，然后又没有什么历史，却还是依旧有人买？我觉得它主要是正好的填补了一个消费的空缺。因为平时像这种高品质的面料，它的整个辅料成本是非常非常高昂的嘛，所以像没有什么家底的创始人的话，其实在做这一类的品牌都是非常非常难的。比如说像我最早跟大家分享 Rick Owens 的时候呢，其实 Rick Owens 他前2季的衣服，就最早的那一批衣服做出来的时候，他用的料子很多真的就是毛毡毯子的料子呀，就很便宜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钱，主打的就是他的一个剪裁就很创新，大家没见过。那正好他当时的女朋友 Michelle Nami 呢，就在洛杉矶那边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又很红，有很多的好莱坞明星会去那边喝咖啡，就看到他身上穿的 Rick Owens 做的衣服，就一下子很喜欢，然后就开始找他订了第一批的货。之后等到他红了，开始有现金流了之后，才开始去订一些比较好的面料来制作衣服的。所以大部分的品牌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设计师品牌嘛，它都需要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但是 The Row 的这
这个牌子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它本来就已经拥有了财富，创始人有很多的钱，所以他可以去承担那个风险，一下子订很多最好的面料来制作衣服。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到 The Row 在风格上面的一个定位了，也就是他们主要的第二个精神，其实就是 Quiet。安静时尚的一个定位。那什么是这种安静的时尚呢？其实我们纵观整个时尚行业的品牌啊，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品牌它们都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呢是 quiet 安静的感觉，另外一个呢是 loud 喧嚣感的品牌。这个是无关品牌的定位和定价的，比如说在平价的品牌里面，优衣库、Everlane 这些呢就是偏安静的，而像 Zara 这样的牌子呢就比较偏喧嚣感一些。那奢侈品行列里面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顶奢的爱马仕，还有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Loro Piana、Brunello Cucinelli， 然后次顶尖的，比如说像 The Row 啊、Gio Zanda 呀、老的 Celine， 也就是 Phoebe Philo 时期的 Celine， 那这些牌子呢用色都会比较克制，剪裁也会干净利索，就比较偏安静一些。但是像范思哲、Gucci 或者说 Dolce & Gabbana、D&G 这些牌子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带有明显的一些喧嚣感的，用色可能会比较大胆，也会偏向于比较多的印花，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折中的品牌。所以说 The Row 其实就是一个安静的奢侈品牌。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支视频讲加密奢侈的时候，我就聊到过说，很多人觉得 The Row 也是一种加密奢侈的品牌嘛，但其实根据我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 The Row 还不是一个加密奢侈品牌，虽然他们俩真的很容易被混起来看。这种安静的奢侈呢，它只是一个大概的风格方向，但是 Coded Luxury 它的精髓里面除了安静，然后就是那种加密的感觉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部分，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也就意味着这个牌子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而且它在这条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积累了大家的信任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安静的奢侈品牌它是想要往 Coded Luxury 的方向去发展的，但只是说我觉得 The Row 它目前还不是一个 Coded Luxury 的品牌。那除了是因为 The Row 欠缺历史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部分，加密奢侈品牌你会发现它很多的版型还是走基础版的嘛，因为它需要有那个加密的特性。当它有剪裁有版型的时候呢，只要懂的人还是能懂的。就是你知道 The Row 的比如说一些大红的产品啊，比如说等会我会讲的那个包包，它的整个设计可能很简单，但是那一款包就是 The Row 的包的剪裁和版型，懂的人是懂，它还是没有那么的加密。所以这里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The Row 真正的设计精髓究竟是怎样的。那如果我们抛开一些风格表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去单看，你会发现他们设计出来的衣服都是非常实用的，是非常符合现代女性需求的一些服装，甚至说它是 open concept 的。就 open concept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它的意思就在于说，这件衣服属于顾客买回去，它是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场合的，可能可以包含他生活中80%到90%的一些服装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这件 The Row 设计的裙子，你就可以想象着说，他穿着这条裙子你是可以走在城市的街道里面的，就在那种夏日里面。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想象着穿着它在一个海岛上面游玩，同时你也可以想象着穿着它去参加一些晚宴和聚会，可能就搭配一个更加夸张一点的首饰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The Row 它所设计的大部分衣服其实是女生可以穿去工作的，其实是一个工作的服装，就是 office friendly 的。那结合以上的特质，我们想象一下穿 The Row 的女性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会不会脑海中一下子就浮现出一个拥有着自己的工作，然后现代的一个精英女性的形象，就是她的整个衣服上面都散发着那种高品质的光泽整个剪裁又很简洁利落，但是又透露出一种简而不凡的感觉。那如果要用一个名词去概括 The Row 它的整个品牌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现代主义。那究竟什么是现代主义呢？其实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在服装设计上面是基本上不会被运用，那它更多的呢是会出现在一些艺术的运动和建筑设计上面。但是艺术和服装设计它其实从根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艺术品它是不具有实用性的嘛，它可以不具有实用性，它摆在那里好看就行了。但是呢，像服装设计或者说建筑设计，它最根结的都是建筑要有人住，衣服要有人穿才叫衣服。所以说用建筑里面的现代主义的思维来探讨现代主义的服装，我觉得会更加的直截了当。那什么是现代主义的建筑呢？官方的定义就是说，基于新的和创新的建筑技术，特别是玻璃、
钢铁和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形式应该遵循功能，也就是功能主义的理念，表达对极简主义的拥抱以及对装饰的拒绝。其实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房子修起来它就是为人服务的，主要就是为了实用，然后顺应当代社会的需求。比如说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 Le Corbusier， 他就是开创了我们现代建筑的一个思维的人。他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Style is a lie, a house is a machine to live in。 意思就是说风格就是一个谎言，房子呢就是一个让你居住的机器，它不是一个艺术品什么的，不兼具有审美的风格。虽然说现在再来看他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偏激啊，我觉得它是概括了现代主义的一个精髓。等于来说啊，现代主义的设计的根基其实就是在于说实用主义和顺应现代时代的一个发展。因此啊，针对服装，尤其是针对女装，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出门工作，而且都是一些职业的女性了嘛，甚至越来越多的有那种在职场上面的精英女性。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当她去购买服装的时候，肯定也就会跟以前的女性有完全不一样的需求了。比如说当代的一些职场女性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可能就希望这个衣服更加的简洁干练，然后是属于说可以让她工作的时候去穿着的。自然而然的呢，当代的女性就会更加需要既可以在上班的时候穿着，又可以在让我们下班的时候在各种各样场合穿着的衣服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现代主义服装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像这种现代主义的精英女性的服装，我觉得最早做的最大，然后做的最好的其实是 Phoebe Philo 时期的一个 Celine。那像现在呢，其实除了 The Row 以外呢，还有很多的品牌也都在做这样的风格，比如说像 Giordana 呀、罗意威呀，美国这边还有个新兴的品牌叫 Peter Do。那包括我之前介绍过的 Le Mac， 我觉得也算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 The Row 的第一个风格精髓就是现代主义。那除了现代主义以外呢，我觉得 The Row 还在它本台的设计上面增加了一丝丝的艺术氛围在里面，就有一股子浪漫气息。比如说在 The Row 2018年秋冬的秀场上面，它的整个秀场布置就有很多的雕塑嘛，其实用的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雕刻家叫 Isamu Noguchi 的一些雕塑。又比如在他们2020年的秋冬秀场上面，也用了美国的雕塑家 Beverly Pepper 的一个雕塑放在后面。那除了他们秀场的布置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发现The Row 在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也会经常的去发布一些他们非常欣赏的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你不知道 The Row 是个服装品牌的话，单去看他们的 Instagram， 你可能还会以为它是一个画廊。当然我感觉 The Row 也是想要全面的去发展这一块的，因为我最近看他们的官网上面呢，就有一个 gallery 的那个区块，就你可以去购买一些他们比较欣赏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了。我觉得 The Row 它整个给他的消费者吧，或者说喜欢他们品牌的人营造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女性形象，又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吧，就非常的有那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在里面。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我比较欣赏的 Row 的一个精髓，也就是他们带有一丢丢的先锋设计的感觉。其实我们看 The Row 他们设计出来的很多单品，你会发现它虽然整个剪裁看上去非常简单，你总是会有一种简而不繁的感觉，就是因为 The Row 它其实是有在创造一些比较新的剪裁的。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曾经在 The Row 工作过的一名设计师，他发布了说他们某一个 The Row 的秀场上面的一个产品啊，那当时 Olsen 姐妹就说她想要做一件散发着蓝色光芒面料的裙子。那当时那个设计师呢，就是说找了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面料，都找不到能够符合 Olsen 姐妹需求的这种产品。于是有一天她突然间灵光一现，就想到说可以用3层面料去叠加缝制在一起之后呢，因为最下面那一层是一个蓝色的真丝的面料，所以它只需要把上面2层剪开一个小口子，这样得来的这个面料呢，就有一种散发着蓝色光芒、简而不繁的一个面料，由此用这个面料做出来了一条裙子。所以我觉得The Row 他们的整个品牌是想要往先锋，就是先锋的现代主义上面去靠的，因为现代主义它是符合当代人的一个需求嘛。那先锋的一个精髓呢，就是去做现在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等于说算是一个开创者，肯定会比较困难一些。那好了，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拥有的一些 The Row 的单品，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有没有实现他们的一些品牌精神呀。我先从包包来讲吧，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刚开始尝试入手 The Row 的单品的话，其实是可以从他们的包包开始入手的。因为我当时买之前我是带有一丝丝怀疑的，但是我入手了之后，我自己觉得真的还不错。那我的这款包呢，其实是 The Row 他们家比较红的那款 Park 包嘛，就是一个袋子这样挂起来，但是你背的
时候呢，它会比较具有立体感，好像名字是叫南北还是东西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说这个包它可以这样东南西北的这样调整的感觉。那么你背上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然后自然而然的线条。我觉得最主要的亮点就是在于它虽然就是一个很常见的 tote 包的形式，但也因为它这个不一样的肩带设计，导致你背上之后呢，它就是跟其他的简单的 tote 包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形式在之前我们是没有怎么见过的嘛。虽然我之前有一个类似的，就我很早买过一个 Celine 的那个包包，就是一个扣子，虽然我早就已经卖掉了，就是那款包。而且这款包跟我之前 Celine 的那款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我更满意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的皮用的比 Celine 的那一款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喜欢 The Road 他们家的包吧。当时我收到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这个皮比较像是那种牛那种肚皮上面的皮，就是你知道它比较扎实厚实，摸起来又软然后又厚，就感觉你怎么背吧，这个皮它都是不会那种因为拉扯而变形变长的那种皮，又或者不会像很多的偏平价一些的品牌吧，就它出的皮可能会有点薄脆，就我很难形容那种薄薄脆脆的感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而且这个包包它的整个也是那种 pebble leather， 也不会有任何的划痕。那让我觉得更推荐它的原因吧，主要还是我前段时间出门去旅游，然后背着它去坐飞机，然后整个行程里面我里面还要去塞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我的化妆包啥的那种，真的很重，装在里面我都非常担心我刚买的包就被我糟蹋坏掉了，结果它有一丝丝痕迹都没有，就是你这趟门出去回来之后，像这种肩带那么细的这些地方搭扣油边一点爆的感觉都没有，就说明他们品牌的东西就面料可能用的比较好嘛，就是这种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其次就是细节的部分，比如说这种缝线呀，然后他选择缝线的那种质量品质肯定都要比其他的会更好，才会导致说你背那么重的东西背那么久它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我真的觉得还蛮惊艳的。然后包括油边这些地方也一点点一丝丝，就是你感觉不到它这个油边有什么变化，跟我刚拿到的新包是一样的。所以这款包我自己还挺满意的，我买的是大号，我觉得个儿稍小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买他们的中号或者说小号啊。我小号我自己不喜欢，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个大气的感觉，要不然就是中号，这是我比较推荐这个包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接下来另外呢，就是我买的这件 T 恤，那这个 T 恤我自己尝试下来说，确实它的版呀，然后各方面面料都还行，穿上效果比较好。但是我也不觉得说它跟我比如说$100买的 T 恤就差价有那种4倍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它更像是如果打折的话，你比较认可的 ROW 这个品牌，就是你认可它这个标，它的品牌精神，然后你愿意花额外的钱投入到品牌价值上面的话，那我觉得200多吧，打折是 OK 的。然后另外一件呢，其实就是给汤圆买的一件卫衣，它的料子是100%纯棉的，但是摸上去却很像是羊毛质的料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因为我觉得 ROW 的很多东西得自己上手去摸，并且还要上身试才可以，就摸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柔软。然后穿上的时候就是帽子也是软塌塌的那种，这个是汤圆一直想找的一个卫衣的料子，所以就给他买回来了。就他想要买一个这种软塌塌的，你也可以去搭配西装的夹克，会有一种休闲的感觉，就不会像平时穿的那种卫衣嘛，就那个帽子看上去太像卫衣了，这件就不会。我觉得也是 The Row 在选面料上面的一个比较好的部分，然后颜色也是他喜欢的，就比较像是可以跟 Rick Owens 他们家的那些色系搭配在一起的一个颜色。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大衣。那这件我其实当时入手最喜欢它的点呢是在它的剪裁，就它是一个那种剪型的剪裁。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店里面看的话，就 The Row 单品每一次我自己正儿八经去逛街，然后再挂在那儿看的时候，我都懒得试，因为总觉得好像很普通，为什么还要卖那么贵？但这一件我是在网上买的，然后回来在自己家里面试嘛，可以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的让我试一下。上身之后就真心觉得跟我其他的大衣不一样，但是这个差价的部分还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的这些微妙的差异，你究竟愿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就是它的版可能就真的八经是他自己打的，就跟我其实平时穿的一些剪型大衣的版不太一样。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面料是属于有点像毛毡毯子的面料，但它其实用的好像是70%的一个 virgin 物，就是那种小羊毛，然后搭配了 cashmere， 所以摸起来很软，然后也很暖和。但是它的这个料子，我觉得肯定也不是说那种很挡风的嘛，因为它没有内衬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接下来可能会跟大家讲到的，就是那这种高品质的面料，好的面料，是不是它就意味着它一定是耐用的？其实这个
也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那我自己入手的这4件呢，是因为是我自己试过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留下来了的。但其实如果你要问我 The Road 它究竟值不值得买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问题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其实 The Road 的这个视频我在写脚本的时候可能就写了，就是改版就可能改了个3、4次，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讲起。然后录呢，我现在录的也是2遍了，就是上一支是已经录完之后我剪到一半，我觉得还是要重新再写脚本再录，不像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什么 Maison Margiela 呀 La Mer 这些牌子，我是真心我觉得我自己调研了一遍之后全方位我都很喜欢的品牌。但 The Road 的话，我觉得某一些程度上来说它还是或多或少多了一丝丝矛盾的气息在里面。比如说像我之前也去试过他们家非常红的那双拖鞋，夹脚拖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拖鞋真的穿的跟板砖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卖1000块。就是因为我对 The Road 的理解是它要提供给富人的优衣库嘛，肯定是要提供一个非常全面舒适的内在的体验。那内在的体验肯定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舒服，但它那个鞋确实跟板砖一样。不过呢，它其他有一些鞋子确实也非常的舒服，我也有试过。所以这个牌子呢，我觉得是一个还需要静候发展的品牌，看看它究竟是会往我以上他们想要发展的这个方向一往无前的继续发展下去呢，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变数。并且在挑选一些单品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自己擦亮眼睛，然后去选一选，选到正儿八经他们诚心的一些作品。所以最后你问我 The Road 究竟值得买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是值得买的。如果你欣赏它的整个品牌价值，并且你能够自己去挑选到一些非常不错品质的单品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那有一些单品的话呢，我就觉得是不值得的。然后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品牌故事的系列。如果喜欢的话，千万别忘了帮我一键3连点赞一下，甚至说留言告诉我一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接下来想要看什么样的品牌故事。那在这个系列里呢，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Maison Margiela、Rick Owens、And Miu Mister、三宅一生和 La Mer 这5个牌子。如果大家对这5个牌子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会把链接直接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方。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